今年 TuneNet Skyline 23.10 正式发布，是一个跨大版本的升级。那么它有很多的改变，比如说新的 UI， 一些组件的更新，包括有一些服务的去除。那么像 Web UI 以及更新的话，我会直接放到我的课程里面去。那么像在这边呢，我已经做了一部分。那么这几天呢，我会直接在我正式的环境 22.12 里面直接去升级到 23.10， 那么看一下是否有其他的问题。那么一些注意事项呢，我会跟大家说一下。那么相关的课程呢，我都会放到我的课程里面，到时候大家直接看就可以了。我会把看的权限给打开。那么这节课的重点呢，就是 DLUD。DLUD 应该是我们 23.10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更新了，就是一个新的存储方式。那么我会讲它的一些概念，也会实践去创建我们 DLUD 的硬盘池。那么它其实2年前就有了，只是 TuneNet Skyline 现在才支持。那么 DLUD 可以认为是 RAID-Z 的变体，在保留 RAID-Z 的优点的基础上，缩短了数据恢复的时间。它们的存储策略不同 ，DLUD 所有的数据和脚印存储都是分散的。那所以当你有一个硬盘损坏之后呢，所有的硬盘都会同时做工恢复数据。那么我们来看2张图来直观的感受一下。这是网站 SC18 上面的图啊，左边是 RAID-Z 的数据池，可以看到它的数据排列非常的整齐，数据和脚印都在一起。那么再来看右边的 DLUD， 其内部呢其实有很多组 RAID-Z 组成。那为了提高数据恢复的速度啊，可以看到几个组的所有数据都是打散的状态。当 RAID-Z 红色的这组有一个硬盘损坏之后啊，只有同组的硬盘在往新的硬盘里面去恢复数据，其他2组都在看戏。而右边的 DLUD 损坏之后呢，所有的硬盘都在恢复数据，因为数据本身是分开的，不用盯着一个硬盘去写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绿色部分，硬盘嘛可以互相恢复数据，这就提高了数据恢复的速度。我们再往下看性能数据，那从上面2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正常使用的场景下 DLUD 和 RAID-Z 在吞吐量上没有什么大差距，但是下面的数据恢复时间 DLUD 要快1-2倍。光看以上内容似乎 DLUD 非常优秀，那么我们以后 NAS 直接使用 DLUD 存储策略就行了。那其实不然啊， DLUD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。那首先 DLUD 的恢复优势是用硬盘堆出来的，上面的比对都是几十个一组的硬盘去比对的。那么像我服务器里面20来个硬盘已经算多的了，那一般的用户呢可能就3-5个硬盘，组 DLUD 绝对不会有我们上图中那几十个硬盘那种效果。另外 DLUD 的数据块它是固定的，如果你的文件小的话，那么它会直接填充剩下的文件块，也就是说会降低硬盘的总体能量，并且影响一定的 I/O。 接下来我们来实践创建一个 DLUD 的硬盘池，打上我们的名字，右边这边会显示我们未分配的磁盘，那这边呢一共有21个。布局呢我们选择 DLUD 1，这里的 DLUD 123和上面的 RAID-Z 的123是一个意思，1就是有一个脚印盘，2就是有2个脚印盘，3就是有3个。那么选择 DLUD 1，磁盘大小我们选择 5G。 那这里有个选项就是把你所有的磁盘都当容量最小的磁盘使用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勾选了这个选项之后呢，它会把我 10GB 的硬盘也当 5GB 的磁盘去使用。那么一般情况下，只有在我们磁盘容量差距不大，或者说我们比较尴尬要凑数的时候才会去选它。那数据设备这边呢，就是选择我们每个磁盘组它有多少块硬盘作为数据的存储。那这边我选择2。 Hot Space 就是增加我们每个组里面的备用盘，那么它这边有提示让你至少增加1个。那一般来说我们为了节省的话，我就设置它为0然后我们看到子集。那么前面我们有提过 DLUD 其实内部就是有多个 RAID-Z 的磁盘组组成的。那么像这边它是从3开始，3的话就是2个数据盘加1个脚印盘，也就是3。那你选择6的话，就是有2个这样的数据盘和脚印盘的组合。那依次类推呢，我这边可以选择21，也就是正好7组，每组有3个盘。然后注意到这边，我这边21个硬盘都是乘 5GB 的，也就是我们勾选了这个之后呢，它把我的 10GB 的硬盘也算成 5GB 了。那么当我把这个勾选去掉之后呢，可以看到 10GB 的硬盘都被排除了，我们这边用的只是 5GB 的硬盘。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虚拟设备选项，那这个选项呢就不是新的概念了，之前一直有，也就是你创建好一个硬盘池之后，你要再往这个硬盘池里面加新的硬盘，这个时候它就会组成一个新的虚拟设备。那很明显我这边9个 10GB 的硬盘不可能和12个 5GB 的放在一起去使用，也就是把这个 10GB 当 5GB 去使用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把9个 10GB 的硬盘塞到 DLUD 里面的话，那么它就会新增加一个虚拟设备，也就是说这个 DLUD 里面会有2个虚拟设备，一个是 12×5 的，另外一个就是 9×10GB 的硬盘。 OK， 我们点保存，创建池。 OK， 那我们的 DLUD 就创建了，然后我们再把9个 10GB 的硬盘给塞进去。
我觉得我们还是选择第一类的1，其他选项不变啊。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新增加了一个虚拟设备，然后这个虚拟设备里面有9个10GB 的硬盘。那当然也可以这样操作，我们把虚拟设备数量增加，你创建3个虚拟设备，然后每个虚拟设备里面有3个硬盘，但是这样操作就没什么意义啊。我们还是选择一个虚拟设备，然后把子机给选满。我们更新一下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整体的容量增加了，不过它这边有个提示，你是混合硬盘在使用。然后我们点管理设备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2个虚拟设备，一个是我们之前 5GB 硬盘组成的虚拟设备，另外一个是我们刚刚添加进去的 10GB 硬盘组成的虚拟设备。OK， 那么这节课呢就到这边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D-RAID 的怎么去创建了。那么最后呢，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不错，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可以试着支持一下我的 TuneNAS 教程。那么我这门教程呢是针对 TuneNAS 把所有的细节方方面面都讲了一遍。那么里面有很多企业的场讲，我也会跟大家去讲的，包括我日常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也会放在里面。然后具体的课程介绍，你可以看第一个视频。那也可以看我的海报，那这里我就不多说了。那么顺便呢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后面课时的预告。那么系统安装这边呢，会直接从 22.12 升级到 24.10， 那么这是我正式的环境去升级啊，刚才已经提过了。那么这个视频是开放的，然后 UR 上的变化已经制作完成了，现在视频已经开放。存储配置这边呢，就是D-RAID的详解，也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视频这边已经开放啊。然后日盘的测试呢，我是准备了几个 SSD， 到时候做日盘，然后会测试给大家看。文件夹共享里面的 SME 共享，我会做一些共享隐藏，还有文件夹隐藏的视频。那么在之前 22.1 里面设置它是有冲突的，那么在 23.10 里面我会带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。那么容器应用这边呢，我会带大家安装一下 BT 软件。那么有一些共享限制的解除啊，还有我自己的一些 PT 方案分享。特别注意这边呢，我会教大家去测试内网的带宽。那么像万兆网络跑不满速度的话，我会教大家如何去排查网络故障。那么最后面的 Docker 讲解呢，看各位的需求，如果确实想要系统的学习Docker 的话啊，我到时候也可以公开的去出一节课。那么其实 Docker 跟我们的 TuneNAS Scala 没有太大的关系了，因为TuneNAS Scala 它用的是 K3S， 它只是里面的容器它用的是跟 Docker 一样的，但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，对吧？所以 Docker 的话你其实也不能在那个 TuneNAS Scala 里面直接去使用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视频，那么欢迎大家的支持，也欢迎各位30。好，各位拜拜。